末日降临，全球发生异变。我在末世下如蝼蚁般苟活了10年，如今却意外回到了大学时代丧尸爆发的前一天。从明天上午6点开始天黑，到了中午12点太阳重新出现，整整6个小时的黑暗过后，一切秩序开始崩溃，人类文明开始大洗牌。眼下只有1天时间，我的心中一阵紧迫，心脏咚咚咚的狂跳。我迅速的拿起手机给家里拨通了电话，2声后，电话那头传来老妈欣喜的声音：“喂，小韩啊，饶是经历了10年黑暗，早已心硬如铁的我。”听到那久违的声音，也忍不住微微哽咽。爸妈自从丧尸爆发后就与我失去了联系，整整10年时间都没打探到他们的消息。我压下心头的激动，妈，爸呢？在呢？咋了，儿子？电话那头的老妈似是听出了我语气中的不对。妈，爸，你们一定要依照我下面说的话去做。我语气严肃。我这里有同学是上京人，他爸知道一些内部消息，说是国外出现了一种致命病毒，感染性非常强，会死人的。你们赶紧备些食物和水放在家里，越多越好。现在就去买，病毒已经开始蔓延了。我知道说丧尸太骇人听闻，所以只能编一个谎话。爸妈在安罗市，自己所在的地方是明丘市，不通动车也没有直达飞机，2天我都不一定能赶回去，所以只能先让他们在那里准备，把危险降到最低。听到会死人，老妈一时间无措。好，我马上和你爸去准备，你那边也要小心。还缺钱不？妈再给你打点，你多备点吃的。不用，我这里够，你们多备些。但是今天之前一定要买好，明天千万别出门，在安罗市等着我回来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即套上外套出门，准备买些生存必要的物资，一直忙活到了傍晚，直到将背包塞得满满当当。干净的天空，温煦的阳光，没有腐烂恶臭的气味，没有血腥的街道。我站在十字岔道，望着末世前最后一次夕阳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末世爆发3个月后出现了异能者，可我却是个普通人，是个末世下如蝼蚁般的小人物。想起这期间的经历，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回到宿舍，我用热水将剩下的2桶泡面泡开，这样的垃圾食品在我看来已经是美味。末世爆发时会有6个小时的黑暗期，那段时间所有生命都陷入昏迷，直到醒来时世界已经大变，80%的人类已经变成丧尸。我将一把匕首用带子捆绑在右手小臂外侧，这是我上一世的习惯。转眼时间便来到了晚上10点，距离末世来临还有8小时。黑夜的寂静过去，清晨的阳光普照。手机上的时间，2015年7月4日早上6点。然后黑屏，窗外原本已经变亮的天空乍然变黑，全世界任何一个时区都看不到太阳。等在一醒来，入耳的是宿舍走廊里杂乱的声音，熟悉的丧尸嘶吼伴随着女人的尖叫。我取出一块压缩饼干啃了起来。末世正式来临，生存战已经开始。我首先选择的是补充能量。目前这些丧尸还是最低级的1阶丧尸，行动迟缓，感官微弱，力量不够，除了长得吓人了一点，只要有武器，并且对方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就不足为惧。现在学校处于考试周，大部分的学生已经离校，所以此时大学里比起其他地方来说算不上真正的危险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在末世到来前回到宿舍待着的原因。吃完饼干，我瞥了眼窗外，楼下有不少丧尸正围在一起啃食着什么。我起身背上包，2只手紧握铁斧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宿舍门。开门一瞬间，连看都没看，我的铁斧就是往前一砍，斧刃瞬间劈入一只丧尸的头颅。我知道门口有只丧尸，就在离门1米远，这是我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。在楼梯处又杀死5只丧尸后，我来到了1楼。末世黑暗的时间是早上6点，这个时间舍管阿姨还没开宿舍门，所以现在宿舍的铁门上还挂着一把大锁。于是我找了间宿舍的窗户跳了出去，离开了宿舍楼。我没有立即开跑，小心地听着四周动静，沿着墙缓缓移动。虽然学校的丧尸不算多，但并不代表没有。就在我安全地远离宿舍楼，打算避开零零散散的丧尸往校门口去时，背后宿舍窗户一个天大的嗓门忽然响起：“楚寒，楚寒，快救救我！我是段明，看这里，快回头！”靠，蠢货！我眼中的杀意凸显，回过头望向声音传出来的方向，男生宿舍1楼，有个男生正开着窗户冲着我大喊。也因为他的奋力呼喊，原本游荡没有目标的丧尸都渐渐往这个方向聚集。楚寒，快救我出去！我给你钱！他看到我回头，一个劲的大声嚷嚷。我立刻钻进了旁边低矮的灌木丛，开始弓着身子在里面穿梭，在成群的丧尸面前大摇大摆的走，那简直和找死差不多。在窗边看到我头也不回的离开，段明气的牙痒痒，寻思着逃出去后一定要给我来顿狠狠的教训。在灌木丛中的我没有直接朝着校门口走，而是往停车场的方向而去。我可不会傻到自己徒步。末世刚爆发的时候，道路上车辆不多，汽车是最好的行驶工具。一路上又干掉了几只丧尸，抄近路来到了停车场。果然如我所料，这里停着好几辆汽车。在看到一辆巨55的时候，我双眼一亮，小心地绕到驾驶位置。车内很干净，前方放着几个可爱的摆设以及一张男女的合照。说来也巧，照片上的男人我前半小时还见过，正是那个叫段明的，而这个女人则是叫季清柳，是明丘大学的校花。看来这辆车是季清柳的，准确点说，应该是段明送给季清柳的。我眯了眯眼睛，久远到快要遗忘的记忆被我调出，退后了2步，握紧斧头，然后猛地抡起，砰的一声砸在了后方座位的车锁上。巨55发出一阵响亮的警报声。我虽然动作利落，但内心也是捏了一把汗。这车的报警声可真大，此时10几米开外有10几只丧尸已经开始往自己这里涌入。我连忙拉开门跳了上去，对着方向盘下的位置一斧头凿开，强行拉出
出火线开始接驳起来。这样凿开再发动汽车引擎，前世的我做过无数次。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设备在末世来临的一瞬间就报废，汽车却能正常行驶，但内部只有音频广播功能还没坏。虽然全球供电系统和信息网络已经崩溃，但强大的政府还是在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。广播电台相对没那么复杂，很快就会得到修复。原始的收音机成为了唯一可以了解世界信息的物品。终于接上了线，车发动起来，发出一阵令人安心的轰鸣声，猛地一脚油门踩下，大越野炮弹一样的轰出，直接撞翻了一群向我奔来的丧尸。冲出停车场，略微辨别了一下路线，就向着校门口驶去。此时外面已经是惨绝人寰、杂乱的街道，被遗弃、被撞毁的汽车。我瞥了眼方向盘下面没头紧锁，只剩下1格油，完全不够用。不多时，我便来到了一处加油站。加油站内的便利店大门紧锁，这种便利店一般都是24小时敞开，现在关着门显然是人为。外面还有不少丧尸在游荡。没有过多考虑，我车头一转就向着丧尸群撞去。见附近没有丧尸再出现后，我才将车行驶到加油站内，停在了油箱旁边。下车后，右手依旧紧握铁斧，边给车加油边紧绷着神经。加满了油，我砸开门进入了便利店，这才发现角落里竟然蜷缩着一个一边哭一边吃零食的胖子。看来这个胖子已经没救了，很快就会死在这个秩序逐渐沦陷的世界里。随即我将便利店里一箱一箱的食物搬出，直到车里都快装不下了才停手。这个胖子从我进来之后哭和吃就没停过，不一会儿已经吃了5包盐水鸭、20根火腿肠，并且还在持续增加。只是在这胖子抬起头露出那张肥胖的脸的时候，我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，不可置信的愣住。这张脸我虽然见过的次数不多，但实在是记忆深刻。我压住激动的心，缓缓靠近胖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此时我也不能确定这人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位，毕竟眼前这个哭哭啼啼的胖子实在是不像那位的作风。我叫陈少爷。胖子有些害怕的出声。闻言我的嘴角顿时抽了起来。呵呵呵，陈少爷，前世那个呼风唤雨、战力排在全国前20的神级狙击手陈少爷。此人是真的叫陈少爷，姓陈，名少爷。不过我还真是没想到10年前的陈少爷会是这副德行，这简直比我重生了这件事还特么玄幻。要知道陈少爷的威名在末世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虽然他战力只排在第20名，但是哪怕是战力前10的几个变态也不敢正面和他发生冲突，原因就是陈少爷的射击精准度太强悍，没人能靠近他周身10米。像我这样没有异能的普通人在末世只能分配到最普通的枪，但是陈少爷却是得到了国家的特权，那些寻常人见都没见过的高危武器对他来说只是玩具，谁敢和他叫板？半夜对着你住的地方崩一炮，那幢楼估计都得炸穿。你上车吧，我带你走。你肯带我走？陈少爷明显是激动起来，眼泪鼻涕哗啦啦的往外流。快点，赶紧的！我不耐烦的呵斥一声，脑子却是想着怎么搞把枪给陈胖子。这样的人才不招揽都对不起老天爷。2015年7月4日晚上11点，末世爆发11个小时，所有地方都陷入了恐慌。黑夜里丧尸的嘶吼声越发的清晰，无数的丧尸来到了大街上，嗅着人类的气息，见人就咬。城市沦陷，街道堵塞，通讯瘫痪，无助、彷徨、绝望。我开着955在路上行驶着，幸好出来的早，高速上除了几辆东倒西歪的车，并没有多少丧尸停留，路旁偶尔会冒出来几只，都被我直接撞翻。楚大哥，坐在旁边的陈胖子忽然出声，声音瑟瑟发抖：“咱们有没有空调啊？后面那窗户一直在灌风，我怕冷。”虽然是7月初的夏日，但末世来临后气温便诡异的骤降。现在的天气的确很冷，但也没有到冬天的地步。我瞥了眼陈少爷的长衣长袖和一身脂肪，已经对这个胖子彻底无语。我甚至都怀疑这世界上是不是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还重名的人，不然就以眼前这位陈少爷这种弱不拉几的体质，是怎么混到前世全国排名第20的强悍战力的？要知道末世10年后的高手可是层出不穷，前世的我战力只能排在100万开外，即便这样，我的体能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层次，面对3阶4阶的丧尸都不带怕的。而排在第20名的陈少爷，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。但是现在的陈少爷真的是弱爆了。我望了眼周围的环境，黑漆漆一片，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，也是需要休息一下了。将车熄火，静静地停在路边。陈少爷也恍恍惚惚地下车，跑到前方的路边开始解决3级。没一会儿，忽然听到胖子嗷嗷的喊叫声，我赶紧将车灯打开，朝他的位置跑去，心中也是一紧。尼玛，这未来的高手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提前挂了，可就太魔幻了。怎么会忽然出现这么多丧尸？我眉头紧锁，目光顺着大灯往远处看了眼。好家伙，公路旁的荒地上倒着一辆大巴，估计是末世爆发时正在这条高速上行驶。这会儿一车的乘客都变成了丧尸。我赶忙带着胖子跑回车里，将车子发动，右脚放在油门上，狠狠地踩了下去。955飞射而出，瞬间将前方最近的几只丧尸撞得头破血流，几缕带着诡异黑色的血液顺着玻璃流淌而下。刚想直接顺势一脚油门离开，忽然我的脑袋一阵刺痛，一个机械的声音无端地出现在我的脑海：12小时内击杀100只丧尸任务达成，用时11小时49分钟32秒，回炉系统成功开启。我本是末日世界里一个谁都能欺负的小蝼蚁，却意外回到了灾变爆发的前一天。在一家便利店里，我竟然遇到了前世全球战力排名第20的狙击高手，而此时他只是个胆小爱哭的300斤的胖子。我赶忙把他收来当做小弟，并因此觉醒了回炉系统。
此时我正面带惊异地看向眼前的光屏，扫过异能那一栏的时候，心中微微失落。我是重生了，但特么没有异能，小说里一般都不是这么写的呀。不过紧接着我就在右下角看见了一行小字：击杀丧尸获得的积分可在回炉系统内换取天赋。我心中大喜，猛地一个刹车，甩尾掉头，向着反方向狂奔。一个异界丧尸就是一个积分。此时那几十只丧尸都在道路上打转，没有思维的他们只知道跟着声音跑。在听到车的声音越来越近后，他们压根不知道危险来临，全都兴奋地往车的方向聚集。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好啊！我的眼中露出了喜悦，一脚油门，轰的一下就对着丧尸最多的一波撞去。10来只丧尸被撞飞，发黑的丧尸血糊了车一身，方向一打，继续对着其他地方的丧尸撞去。眼前光屏的数字积分也在不断的跳动，我撞得一脸兴奋，陈少爷则是吓得心惊胆战，连看一眼都不敢。晚上找了处空旷安全的地方，二人简单的吃了口东西，便躺在车里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就又开始了漫长的行驶。就这样一直到3天后，两人来到一处休息站，油箱再次见底，我不得不停下给车加油。不远处西陵停着几辆车，歪歪斜斜，空地上黑血到处都是，一片狼藉。我抬头看了不远处的建筑物一眼，那是一个休息站，只是现在这里大门紧闭，其内一片昏暗，让人看不清里面有什么。你加油，我巡视。我对着跟着下车的陈少爷道。忽然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我的思维，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走了过来。你们好，我叫叶天龙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？幸存者多吗？我们这里收留了不少幸存者，先进来再说吧，外面危险。一连串的问题抛出，配着那看似一脸真诚的模样。陈少爷感动的立马点头，与叶天龙边走边说。我跟在他们身后，想看看他到底想玩什么把戏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众人来到了休息站内，我的目光在2楼扫视了一圈，见到不少幸存者，其中一个漂亮女人很是显眼，这是陆婉，我女朋友。看到我的目光，叶天龙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你们先吃点东西，好好睡上一觉，赶路很累吧？叶天龙说着，安排了陆婉去弄吃的，又带着我和陈少爷来到一处简陋的房间。谢谢啊，哥们。陈少爷很是感动，要知道这几天都是睡在车上，腰酸背痛的，这有啥？大家都是幸存者，应该互相帮助。没多久传来一阵敲门声，陈少爷去开门，意外的发现进来的是陆婉，他端着个托盘，上面放着热乎的饭菜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陈少爷连忙道：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吃吧。陆婉轻轻一笑走进屋，俯身将托盘放在桌子上，装作不小心的露出了里面的蕾丝内衣。谢谢。陈少爷已经开吃了，我并未动筷，你不吃吗？陆婉看着我，一双眼睛微微上挑，极为勾人。吃。我拿起筷子。陆婉露出一个笑容，小蛮腰一晃而过走了出去。我去，老大。陈少爷咽了咽口水，他在对你抛媚眼呢。抛你个大头鬼！我一把拍掉陈少爷的筷子。你干啥？陈少爷有些生气，捡起地上的筷子吹了吹，还想继续吃。我没搭理他，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。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叶天龙正擦拭着一把消防斧，房间内很乱，到处都是女人的衣服和揉成一团的纸巾。陆婉推门进来，一脸妩媚。他们吃了吗？叶天龙一改之前憨厚的模样，面上带着一丝狰狞。吃了。陆婉轻笑，目光隐隐露出了一抹贪婪。他们车上的食物能让我先挑吗？叶天龙眼睛眯了眯，邪笑着伸出手向下指了指。陆婉带着勾人的笑容低下头，无比配合。叶天龙是这个休息站的员工，末世爆发前他正在给一个暴发户的车加油。那个暴发户长得又胖又矮又黑，却开着一辆酷炫的 GT2 跑车。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辆车上还坐着一个女人，就是陆婉，长得比明星还漂亮。之后的就是昏迷黑暗末世爆发。叶天龙意识回归的时候，休息站很多人都变成了丧尸。原本就心里有些扭曲的他，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机会，他当场就杀了好几只丧尸，将活着的人都收留在休息站内。休息站本来就有食堂，仓库里存放着很多食物，很多胆小的人在受到丧尸的惊吓后都不敢出行，于是便留在了休息站。暴发户和陆婉也在其内，他是这里力气最大的人，谁都怕他。他想把食物给谁就给谁，有人反抗他，当场就将那人杀了。第一天晚上，叶天龙就将陆婉召到了自己的屋里，陆婉很配合。叶天龙觉得末世太特么好玩了。我睁开眼，旁边的陈少爷睡得如同死猪，桌子上的饭菜被他吃了个干净。我没管陈少爷，握着斧头悄悄打开房门，身形鬼魅的贴着墙壁。2楼很大，但是独立的屋子很少，大多幸存者都聚集在一个大空间里，他们很安静，没人说话。你们去哪？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。我想带孩子上厕所。一个叫詹乐的女人开口。很快詹乐便带着一个叫叶婷的小女孩走过拐弯，和我擦肩而过，两人的表情如出一辙的冷冰冰，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意外。紧接着詹月嘴唇张了张，并未发出声音。我点点头，跟在两人身后，表情玩味。这一大一小2个女人有点意思，我早就发现了这对母女有问题，是不是真正的母女绝对有待考究，并且这个叫做叶婷的小女孩会唇语。之前在进入这个休息站时，她就趴在叶天龙的肩膀上对他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喂，你敢不敢杀人？而刚刚这个叫做詹乐的女人也对我说了唇语，同样也很有意思。她说：喂，你跟老娘过来。3人走到一处带锁的门前，我瞬间明白，这里估计是锁着这2人的东西，想要自己用斧头砸开。
此处已经远离那些人很远，距离叶天龙的豪华房间也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三人正常说话不会被任何人听见。你俩叫什么名字？我微笑着掂了掂斧头，我可不认为詹乐和叶婷会是他们的真名。老娘叫上九弟。不过女人嘴角裂开，手指极为豪放地指着自己，她揉搓了刻意伪装弄脏的面容，一张精致的脸便浮现在了我眼前。我更喜欢别人叫我九爷。我微微动容，好霸道的女人，嚣张个什么劲？12岁的小女孩一声冷哼，对着我斜了斜眼睛，叫她老九就行了。我还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代号，18。好的，九爷，18。我嘴角抽了抽，手握斧头，用眼神指了指门上的锁。你们速度要快，这里的动静声音可不会小。那个叫18的小女孩嘴角邪气的勾起，放心，绝对比你的五指姑娘速度快。我吓得斧头差点脱手，这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说出来的话。呆愣了几秒，我觉得我大概是遇到神经病了。我的斧头重重劈下，瞬间将门锁砸开。一个眨眼的功夫，上九弟和18率先推开了门，速度极快地冲了进去。什么声音？正在享受的叶天龙一把将陆婉推开，抓着斧头就往外跑。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，里面放满了各种物资。我刚进去就听见一阵撕开包装袋的声音响起。上九弟和18两人此刻正在拼命地撕开眼前的一堆包装袋，从里面掏出了一堆零散的零件，不一会儿就堆了老高。两双洁白的手如同机器，我亲眼看着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将那堆零散零件组装，以一种不可置信的速度组装成了2把自动步枪，是真枪。18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。我的眉头深深地皱起，若是在前世的末世中见到这样的情况不足为奇，那时候人人都对枪无比熟悉。但是今天只是末世爆发的第4天，眼前的这个场景完全不合理。他们究竟什么来头？呼的一声怒吼，叶天龙已经带着5个小弟冲了过来。上九弟面容冰冷，从容不迫地装上弹夹，枪口直直地对准门口。他抽空瞟了我了眼，却是见我手握斧头站于门后，面容沉着冷静。我的站位很专业，看似随意的站姿，却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出手，并且保证自己的安全。这一点让上九弟微微惊异。而角度上来看，我防备的人可不仅仅是冲这里而来的叶天龙。上九弟的心中有了一丝定论，面前的这个男人和他是同类人，但却比自己强。叶天龙的怒骂声在进入门口后戛然而止，他身后的5名小弟也是止住脚步，其中2人差点掉头就跑。你哪来的枪？叶天龙惊恐地看着举着枪口对着自己的上九弟。正当他想说话间，忽然看见了旁边低着头不知道在玩什么的18，随即他面上露出一个恶心的笑容。小婷婷。叶天龙嘿嘿笑着，轻轻向前走了一步，露出了一口昏黄发臭的牙齿。你把你手上的玩具枪给我，我给你巧克力好不好？你不是最喜欢吃巧克力吗？巧克力？18嘴角勾起，笑容纯净。对，巧克力，我给你1箱巧克力，你把你手上的玩具给我。叶天龙双眼放光，继续引诱着，你的巧克力，你全家都巧克力。忽然一声惊天怒吼从18的口中喊了出来，他一把将手上的自动步枪举起，表情完全不似一个12岁小女孩，满脸的狰狞。我不叫叶婷，还有我最讨厌吃巧克力。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，整个屋子顿时一片寂静。叶天龙上方的横梁上多出了一个漆黑的洞，叶天龙等人完全呆住，脚步仿佛钉子钉在地上一般，连动一下都不敢。靠，浪费子弹！上九弟啐了一口，18手上的枪口正缓缓冒出一缕烟。我摇摇头，这个小女孩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但是手臂力量不够，导致准头不足。她刚刚瞄准的地方明明是叶天龙的眉心，可惜打偏了。枪是真枪，刚刚要是有一点点偏差，说不定就会死人。这帮小弟们完全没有想到，眼前2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威胁的女人手上拿的是真枪，并且率先开枪的竟然是那个小的。冷静，冷静！我说，先冷静一下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我是巧克力，我全家巧克力。叶天龙被吓得语无伦次，不断重复着几句话，脚步也不知不觉地向后移。突然，外面一声尖叫响起，紧接着便是各种混乱的声音。我心头微微的一怔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头！此时一个男子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。丧尸！外面好多丧尸！屋内的所有人都是一惊，连忙朝着窗外看去。此时休息站外的空地上，无数的丧尸正从4面8方而来，下方的大门处更是聚集了上百个，一眼望去密密麻麻。各位，听我说！叶天龙急忙转过头，语气焦急，目光集中在了上九弟身上，说你给我闭嘴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还未等叶天龙继续开口，18就直接骂出了声。他对叶天龙下意识的想以上九弟为首的举动十分不满。九弟的嚣张仅仅是一种气质，或者说是震慑人的手段，但是18他完全就是活生生的土匪。我猜测这2人会不会是南部某个黑帮的成员？18的身份显然比上九弟更高，从他无所顾忌的对着叶天龙开枪，并且满口脏话就知道，他应该是被宠坏的那种小女孩，而他刻意隐藏了姓名，估计也是一层掩护。叶天龙也是没想到18会忽然怒骂，心里极度不平衡的他恨不得把眼前的小女孩撕碎，但看着枪口指着自己，他又不敢露出不满，只能憋屈的讪笑，用最平静的语气道：我们被丧尸包围了，大家都是幸存者，别内讧，先对付丧尸。上九弟和18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的将目光看向了我。
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在他看来，我应该和他是一路人，并且从我沉着的表现来看，可以暂时胜任领头。他自己虽然有点身手，但在统领方面有所欠缺，不然也不会因为18的几个烂点子被困在这里。而18的想法就更简单了，他只是看我顺眼。两女的目光都看向站于门边不说话的我，倒是让叶天龙一愣，这个小白脸难道才是领头？先对付丧尸，我只说了一句话，紧接着也不管在场的人，直径从叶天龙身旁路过就走了出去，一只脚从天而降，直接踹在了陈少爷身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地震了！陈少爷一跃而起，肥胖的身躯一点不影响他逃命的趋势。老大，陈少爷看到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发生啥了？咦，我咋睡着了？没死过去，证明你肠胃系统可真是好。我皮笑肉不笑的嘲讽了一句，将消防斧摔在了陈少爷的肥肉上。走了，走，现在就走。去哪？陈少爷还有些没反应过来。我盯着他，双目杀气凛凛，杀丧尸。我在末日降临的第一天便招纳了前世全球战力第20的大佬做我的根本，而后又有2个身份神秘的女生选择站在我这队。此刻，加油站外已经堵满了丧尸，到处都是让人心悸的嘶吼声。这种规模的尸潮在末世10年里只能算是小菜一碟，但现在是末世刚刚爆发的第4天，这已经足够让眼前的所有幸存者全军覆没。忽然，一阵让人心悸的玻璃破碎声从楼下传来，我快速的来到楼梯口，手中的斧头紧紧的握在手中。陈胖子，站我左边对付我遗漏下的丧尸。上九弟，你站后方负责点射掩护，其他人也全部拿起武器。那我呢？我呢？18连忙开口询问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见到小女孩双眼中的晶亮和期待，我随意的抬头一点身后的叶天龙等人，你看着他们，谁敢偷袭，杀！好！18立即浑身充满干劲，稚嫩的面容上神采奕奕。他咔嚓一声将枪上膛，枪口稳稳地指着叶天龙。这回他学聪明了，没指着对方脑袋，而是改为瞄准胸膛，那里地方大，容易瞄准。叶天龙等人连忙退后几步。妈的，这个小女孩太邪门了！把武器拿起来！18一声娇喝，仗着自己手上有枪有旗的嚣张，枪口一一指向叶天龙一干人，声音带着小女孩特有的稚嫩。你们全部站在两边，要是被我看见谁敢偷懒，我的子弹可不会客气。此起彼伏的丧尸嘶吼声由远及近，第一只丧尸摸索到了楼梯口，紧接着很快第2只、第3只。此时的丧尸已经和末世刚爆发时有些不同，没人知道全球黑暗的原因，也没人知道那些人类为何会忽然变成丧尸。但丧尸毕竟已经是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生物，在感染的一瞬间，他们体内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，骨骼变软，肌肉和内脏开始腐烂。第一批丧尸会代谢掉体内属于人类的东西，接下来的就是变异，他们会变得强大，并且逐步进阶。但总有那么某样东西从未改变，比如鲜血，对丧尸是致命的诱惑。一只最快的丧尸已经近前，我手中斧头紧握，双臂猛地发力，斧面狠狠地砸在丧尸脑袋上。丧尸应声倒地，从楼梯上一滚而下。我顺势向前走了一步，手中斧头不停歇，狠狠地在胸前劈砍，尽量别开枪。我抽空对着上九弟说了一句：“他们有听觉，明白？”上九弟的回答干净利落。陈少爷跟着我的步伐向前走了一步，但因为害怕，好几次斧头都砍空。我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，甚至边砸还不忘叮嘱陈少爷一句：“胖子，先稳一稳情绪，他们速度很慢，你绝对可以对付。”陈少爷狠狠地点头，他看了眼满脸狠色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意的叶天龙，忽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二货。之前无缘无故的睡着是为什么不言而喻，叶天龙的残忍也是自己亲眼所见。相比较起来，看似冷酷的我，虽然没对他说过什么好话，但却从未让他身陷险境，甚至一直致力于锻炼他，教他如何对付丧尸，教他如何在末世里生存。老大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无缘无故的，陈少爷咬着牙出声，我心中莫名其妙，但却没工夫管他。眼前的丧尸越来越多，不加快速度恐怕真的会有危险。陈少爷发了疯似的拼命挥动消防斧，高速度的攻击在前方空气中抡出了一个真空地带。忽的，回炉系统发生一声机械音，检测到陈少爷忠诚度达到80%，积分回收制开启。陈少爷每杀一只丧尸，宿主获得0.2个积分。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，忠诚度到达80%的同伴竟然还能让我获得积分，虽然0.2实在是少，但聊胜于无。我看了眼陈少爷，嘴角抿了抿，这个胖子虽然胆小懦弱，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嘛。而此时的18脸颊苍白，额头却是密密麻麻的汗水，他很害怕，真的很害怕。他不知道丧尸是个什么鬼玩意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会忽然变成这样，但他谨记我的话，双手依旧紧紧地握着枪，枪口抵着叶天龙。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，这样的心理素质已经算是逆天了。时间不停，已经是好几个小时过去，我们几个冲在前面的人此刻却是寸步难行。这群感染者前仆后继，杀不光，像是洪水一般涌来。望着眼前的楼梯口，密密麻麻的全是丧尸，绝望占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。光靠几个人根本没办法对付这么多丧尸，中途也有其他人加入战斗，但是效果微乎其微，很多人都不小心被丧尸伤到，很快就陷入昏迷，渐渐石化，这让众人更加不敢上前。老大，陈少爷已经有些意识不清，但挥斧的动作却是不停。我们会死吗？害怕绝望充斥着每个人的内心。我没有回答，就在我快要双眼模糊，即将泪昏过去的时候，回炉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积分达到200，体能升级至
示意阶条件达成，我双眼猛地一亮，心中的被喜悦充斥。不知不觉，我和陈少爷竟然杀了这么多丧尸。突然，18的尖叫声打断了我的思考，我心头猛地一挑，刚转过头，便是看到叶天龙狰狞笑着，一把将18手中的那把自动步枪抢了过来，而他的另一只手猛地将18娇小的身体举起，以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向着楼梯下方的丧尸群扔去。18毕竟只有12岁，在好几个小时的高度紧张下，完全没有办法反应过来，瞬间被抢了枪，娇小的身体不受控制的被叶天龙抛出，呈抛物线飞向对面的丧尸群。18精致可爱的面容满是绝望，无尽的恐惧写在脸上，粉色蓬蓬裙似乎就要被撕裂，被尸海淹没。小18，上九弟心跳猛地跳落一拍，浑身寒如冰，叫畜生！陈少爷一声愤怒的大叫，那可是一个只有12岁的小女孩，人性的泯灭让她崩溃。她肥胖的手臂用力伸出，想要将快要落入丧尸群里的18拉住，可是有个人比他更快，体能一阶升级，一个黑影鬼魅般的冲出，踩着一只丧尸的脑袋一跃而起，力度之大，直接将那只丧尸的脑袋踩得稀烂。老大！陈少爷惊愕地望着瞬间跳跃而起的我，那速度绝对超越了人类的极限。一只大手猛然抓住18娇小的脚踝，然后一把将她拉入怀中，稳稳地用左手抱住。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巨大沉重的铁斧忽然变得极为轻巧，哪怕抱着一个人也完全不影响我杀丧尸的速度。铁斧在空中旋转，将周边一圈的丧尸脑袋全部砸爆裂。这一幕发生的太快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，我就已经冲上前将18拉了回来，甚至顺带手还杀了10几只丧尸。我手中的斧头不停，对面的丧尸很多，大量的尸体堆积在楼梯上，将外面的丧尸阻挡，但出口只有这么一条，我们已经出不去了。上九弟张大的嘴巴还来不及闭上，他使劲眨了眨眼睛，这一幕太不真实，让他的心跳好一会儿都缓不下来。趴在我肩上的18完全愣住，他毕竟年纪还小，从死神手中逃脱的他忍不住眼圈通红。叶天龙面上的狞笑变得僵硬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小子不是应该疲惫不堪了吗？陈少爷狠狠地啐了一口，妈的，老大就是牛波一！就在此刻，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，鲜血瞬间从陈少爷的手臂上喷涌而出，染红了一地。嘿，叶天龙嚣张的大笑，这玩意后坐力真大，就是打歪了。陈少爷吓得差点瘫痪，钻心的疼痛从手臂上传来，上九弟头额密密麻麻的全是汗水，一咬牙，子弹扑哧一声没入叶天龙的膝盖骨中，瞬间血花飞溅。叶天龙大叫，砰的一下跪在地上，鲜血从左腿上喷涌而出，猩红的颜色不断的刺激着叶天龙的神经，他的膝盖碎了。我杀了你们！愤怒、杀意、暴虐的情绪瞬间占据了叶天龙全部的思维，他猛然将枪口对准我们，开始拼命的扫射。救命啊！活着的人到处乱窜，吓得屁滚尿流。趴下！我一声令下，陈少爷顾不得疼痛，肥大的身躯在地上滚了好几圈。18身体灵活，早就躲到了柜子后面，我却没有选择躲避子弹，而是猛地扑向上九弟，一把将他压在身下，而后夺过上九弟手中的枪握在手中，来不及瞄准，一切只能寄托在这个身体能够唤醒前世长达10年训练出来的射击技术。一个点射，自动步枪的扫射声音戛然而止，叶天龙的高大身躯猛然倒地，脑袋重重的摔在地上。很快，猩红的鲜血顺流而出，浸湿了大块的地面。他死了，被一枪爆头。休息站的2楼静得真落可闻，所有人都不敢说话，只有彼此之间粗重的呼吸声。你还不起来？身下传来上九弟小声微怒的声音，两人离得很近，甚至还能闻到那带着女子特有的清香。我没有立即起身，依旧压在上九弟身上，目光逼视着上九弟的眼睛。你刚刚为什么手下留情？我观察过，这个女人的枪法很准，在如此近的距离下，叶天龙又没有左右闪避，他绝对可以直接将其杀死，哪怕是多开几枪的时间也绝对足够。但是他却没有，害得最后还要我亲自来。果然还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。上九弟满脸涨红，平时性格豪放的他此刻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。他没杀过人。忽的，18的声音响起，从柜子后面走了出来。上九弟没杀过人，这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这时，18走到了叶天龙的尸体旁边，捡起地上的自动步枪，毫不掩饰内心的厌恶，对着叶天龙的心脏补了一发。我眉头猛地跳动几下，这个小女孩。这时候回过神的陈少爷终于发出了死猪般的喊叫，我赶紧爬起来扶着陈少爷查看起他的伤口。下一秒，我就一巴掌拍在他的肥膘上，只是擦破了皮而已。我恶狠狠的道，同时也是松了一口气，胖子没事啊。陈少爷有些不信，可是我流了很多血，那是因为你胖。我骂了一句，找出了绷带帮陈少爷包扎起来。这么点小口子你也能怕成这样，能不能别这么怂？嘿嘿嘿，亲眼见到自己的伤口的确不大。陈少爷也忍不住傻笑起来。我说老大，你枪法也太牛了。我笑了笑，扭过头看向楼梯处，此时天色已经变黑，楼梯口的丧尸又开始增多，正一味地向前拍打，锤击着堵住他们的尸体堡垒。那座尸体垒成的防护墙很宽，但这座原本很厚的堡垒已经开始摇晃，隐隐有要向这方倒塌的样子。现在怎么办？上九弟似乎是恢复了过来，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自动步枪，面容冷静。我听你命令。我的眉头就没有松开过。这地方出口只有一条，但那里全部都是丧尸，外面的1楼空地上还有至少上百只丧尸，前后夹击，在劫难逃。我心中一跳，朝
朝着窗外望了过去，紧接着不顾众人莫名其妙的目光，一把将地上的叶天龙尸体抓起，来到窗边站定。我看向上九弟，女人也是在第一时间与我对视，帮我看着点陈胖子，别让他做傻事。我像是在交代后事。老大，陈少爷被我这莫名其妙的话吓了一跳。你要做什么，老大？我转过头看着陈胖子，目光带着一股罕见的暖意。别那么胆小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勇敢面对。你的潜能很强，要相信自己。你，陈少爷声音顿时哽咽，一股极为不好的预感在他心中升起。我无声地将弹夹整理好，把枪绑在怀里，然后一手拎起叶天龙的尸体。鲜血会吸引丧尸，地上的血你们抓紧清理干净。我把血腥味带到外面，那些丧尸们就会随着气味移动，而你们只要保持安静，楼梯口的那些丧尸会渐渐散去。说完，还不等胖子18上9弟的阻止，便一个纵身跳了下去。三人的心脏剧烈的跳动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老大，陈少爷受不了这种打击，趴在窗边嚎啕大哭。上9弟也捂住18的眼睛，他自己的双目也已经通红。半空中，我拎着叶天龙的尸体在默数，距离地面仅有1米。就是现在！我的双臂猛然发力，一阶体能所爆发的力量极为强大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类的范畴。一个轮空就将叶天龙的尸体抛了出去。楼下的丧尸们顿时疯狂地朝那具新鲜的尸体扑去，我却是在这个空档轻松落地。体能的阶位提升，并不代表文明时代的身体素质，而是全球黑暗6小时后，不同于丧尸的另一种基因变异，是人类进化的开始，也是新时代来临的里程碑。这种进化很诡异，并且完全不合常理，但是它就如同丧尸一样真实存在。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潜质，只是需要时间罢了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惧怕这些丧尸了，拥有1阶体能的人类将不再会被1阶丧尸感染。趁着丧尸被吸引的空档，我迅速地跑到了955车旁，紧接着车辆引擎的轰鸣声乍然响起，高大的越野车在外面的空地上驰骋，速度极快，眨眼的功夫就快要离开众人的视野，直到彻底消失不见。现场只留下一脸懵逼，感觉自己被耍了的众人。